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今天的视频和您分享的是做包当中的3个小技巧。有朋友给我留言问我这样的问题啊，我觉得我如果是码字儿，码了很长一段，可能也说不清楚。今天呢，我就想利用视频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首先和大家分享的呢是怎么样用包带连接上口子扣和日子扣。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包，它的包带呢上面就是一个日子扣和一个口子扣。这也是咱们做包当中最常见的。这样连接好以后呢，咱们的包带长短就能进行一个调节了。首先呢，我们剪一段6厘米长的包带，然后拿这个材料遮挡住我们的口子扣。咱们看口子扣这一边呢有一个接口，我们要把它给挡住。穿过以后呢，我们这样子车一条线。接下来呢，我们来穿日子扣。那我们把包带穿过日子扣这个调节档穿过以后呢，我们把包带材料这样子折叠一下。折叠好以后呢，我们车2条线。车好以后呢，咱们把包带的这一端穿过口子扣，然后再穿回日子扣。这样子呢，咱们的包带就处理好了。那咱们包带的这2端的毛边呢是要固定在包上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包底的处理方法。首先呢，我们来看方形包底的处理。那我们在包底和包身上面呢都标记上4个中心点，然后把这个4个中心点对齐，我们把它固定上我们用夹子先夹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车上这个4条边，咱们车的时候呢，每条边2头留2厘米不车。现在4条线呢车好了，那4个角上呢都没车上和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车底部是分开的，我是分开车的最早之前玩手工的时候呢，也是顺时针这样子车一圈。那车好以后发现的问题呢是没有等分，那没有等分会造成咱们整个包的前后片会不一致，尤其是做前片和后片上面有花纹的时候，整个包做好之后，它的扭曲了以后呢，就特别的明显，美观度呢就会差很多。接下来呢，我们来处理这4个角，因为已经有了这样子的4条长线段了，所以我们这个角的这个位置呢就很明显就出来了那我们在这个折叠的这个位置上呢，剪一刀。4个角上都需要剪一刀剪好这一刀以后呢，咱们这个角的位置呢，就可以包身的角的位置就可以这样子放平了。放平以后呢，我们这样子车一条线，这样子车一条线，那把4个角呢都给固定上。4个角呢车好了，现在我们把它翻到正面看看效果用这个方法处理好的4个角呢，是很服帖的也很周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圆弧底的处理方法。我们呢在圆弧底上的这2条直边找到中心点。和包身的中心点呢，咱把它对齐，然后车上这2条直边，直线的车结束了，我们开始车圆弧部分。我们在包身的位置呢，剪第1刀，剪好以后呢，咱们再往下车，隔2厘米，我们再剪1刀，我们依次这样子车，直到圆弧车好为止。现在我一圈呢车好了，那我的制作习惯呢是喜欢边车边剪的大家呢也可以事先在包身的位置呢把这些剪口先剪上。那剪的第1刀呢一定是圆弧开始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把包需要翻到正面了。那翻之前呢，我们把这个圆弧用曲尺剪刀修剪一下。翻到正面以后呢，我们要对包的底部进行一个定型熨烫。那刚才制作方形的时候忘记跟大家说了咱们包底合好之后都是需要一个定型熨烫的。那如果现在不熨烫，一直到里子面子合在一起再进行熨烫的时候呢，就不太烫得平了。以上的3种方法，不知道对您的手工制作是否有帮助我拍视频呢，希望把视频的时间控制在4到7分钟之间。这么短的时间，我只能大致的说一下这个手工的整个步骤是怎么样的，没有办法七七把这些细节呢都拍一遍，而且我觉得每次都拍差不多的细节就特别的乏味，好像整个视频但有话说回来，咱们一个东西做得好不好，不是说这个样子或者这个尺寸，有时候可能关乎到你周不周正、挺不挺阔，就是这些细节决定的。这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呢来看我的视频，咱们下期再见。